重心。不过其实这个重心，重心是一个非常适合用微积分来处理的东西，因为重心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你要算一个东西的重心，你可以把它拆成一小一小个，然后依不同的位置呢，然后去加权计算。加权呢就是依它的重量来算，所以这种切成一小个一小个，然后把每一个东西贡献，把它加在一起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积分，所以一定是跟积分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我们来回想一下最基本重心是什么意思？那从小学开始假设你这边有个重量是 m， 这边有个重量是 m 大 M， 然后你问说在哪边撑起来它会平衡这个不太可能，比如说这样子，所以你去解这个结果呢，那你会得到说这边的这个稍微长一点，我假设这个比较小一点，这比较长一点，然后这比较短，这比较长，把它加在一起，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它的重心的位置。OK， 点到这一点，就是这个重心。重心的位置不见得要有东西，这是重点。就是我给你两个重量，我现在考虑在这条线上有两个重量，然后我问说它的重心在哪里？这边有一个点，它有重量，这个点有重量。但它的重心的位置不见得本身会有，它只是说计算上来讲，它的重心在这个位置。你去撑起来的话，这个大概得到平衡。所以呢，我们至少来算第一件事情。假设这边有一个，好，我就写成 M1 好了。在这个点，假设它的坐标是 X1， 这是 X2， 这是 M2。这是什么意思呢？下面的 x1、x2 指的是坐标，这是坐标，这指它的坐标位置。上面这两个指的是它的重量，M1 跟 M2。然后现在请问它的重心在哪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在中间找一个点，你现在不晓得它是哪一个点，我把它记成 y 好了，我记成 x bar 好了，这是它的重心的位置。那 x bar 是多少呢？你去计算一下，你要算的是 x bar。杠杆原理，x bar 减掉 x1 乘上 m1 要等于 m2 乘上 x2 减掉 x bar。让我假设 x1、x2 就是从小到大这样写。好，杠杆原理。因此呢，把它解出来，所以得到 m1 x bar。减掉 m1 x1， m2 x2 减掉 m2， 所以你把它合过来，所以得到 x bar 呢等于 m1 加上 m2。好，这是一个公式。你可以想成这是一个加权的公式，也可以想成你们高中学你在一个直线上面，你用不同的比去取它的比以后是怎么样？那你可以想成这个就是，这是 m1 加 m2 分之 m1，m1 加 m2 分之 m2，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直线上面的某一点这样子。那这一点呢，现在依照这个来写，这我们称为重心。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要先会这件事。然后有了这件事之后呢，你可以开始把这个问题变成 x1 m1 x2 m2 点点点 xn mn。那现在请问，假设我在直线上面有 n 个点，像这样子，请问它的重心在哪里？我要找它的重心 x bar。那这个其实跟小时候的杠杆原理也一样，只是现在东西变多了这一点一支撑，
刚好把东西呢分成2大半啊，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使得重量刚好平衡，意思是这样子。因此呢，你可以解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方程啊。那我直接把结果写下来，反正结果就是 x bar 等于非常对称的一个公式，所以它也没有很难记，它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的推广，完全把它写成这样子的式子。那每个东西有个加权，加权的意思其实也差不多，就是看你的重量在全部的重量里面大概相当于多少，乘到你的坐标，然后全部把它加在一起。那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下面要讲。假设我把这些东西分成2大半，分成2大半。那分的方法不见得像是要一刀切，把它切开来，把它分成2半。我没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呢，你可以自由的选，就是一开头这些箱子啊，这些重量呢，有一些是红色的，有一些是蓝色的。你假如这里面反正不是红色就是蓝色，但它的位置呢不见得，它全部都是可以分散的，可以交错的，也可以刚好排得好好的，随便你，随便你，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那现在假设呢，这是第一类，还有第2类。或者说第1组、第2组好了，我把所有东西分成2组。那现在为了方便呢，我把这2组，就是把这些号码重新编号，把它编成什么？把它编成第1组是从 M1、M2 到 MK， 第2类呢是从 MK 加1一直到 MN。所以这个跟这个不要搞混了，因为我要强调的是它可以任意分组，所以我这边分完的意思是。我等于是把这边重新处理听不懂我的意思吗？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这叫 M1、M2、M3，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呢随便挑，我想要把 M1 跟 M3 凑成一组，所以这个我把它这叫三角形，这叫正方形，所以三角形有一组，然后这有一组。那本来它上面的写法，这是 M1， 这是 M3， 然后这个是 M2， 本来是这样子。然后呢，你想象中它是把标签贴在这，就是三角，把它贴，各有个标签。那现在为了讨论方便，写起来方便呢，我把这个 M1、M3 我把它重新调整，我把这个重新叫做 M2， 然后把这个叫做 M3， 但是它仍然就是现在变成 M1、M2， 然后这个是 M3 这样子 ，OK。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是把东西分成2半，然后重新把标签换一换，但是那个分成2半的事实不动，只是把标签换一下。所以现在假设呢，我就利用这个方式把它拆成2个。那你如果懒惰一点，你就可以想，我就从左边，我就从 M1 到 MK 把它切掉，这边分一半，那至少这是中间的一类了，至少你也可以想这是中间的一种。好。那第1类的重心在哪里？这叫做第1类的重心。第1类的重心呢是在按照刚刚的公式 M1 加上 MK，M1 X1， 这是第1类的重心。第2类的重心呢在第2个，这是 MK 加1 ，XK 加1，这样子 ，OK。然后呢，我不妨把这个，就把第1类的重量全部总和呢，我把它叫做大 M1， 这个总和。我把它记成大 M2， 好，现在我 claim， 我宣称 x bar 就是刚刚我们计算那个所有东西的重心，其实等于 M1 加上 M2，M1 X1 bar 加上 M2 bar。就是说，
你可以想成我想象中，我第一类本来有这么多个，对不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算出了第一类的重心，所以我就想象中，我把所有东西都集中在这个重心的位置，重量全部把它合在一起，集中在这个位置，所以它等于是说，这个问题现在又变成 x1 bar 上面有个大 M1，x2 bar 上面有个大 M2，变成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你去计算它的重心，所以重心公式本来是这样。比较有趣的是，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好，那你现在稍微算一下就知道，这个证明很简单。M1 加 M2 就是这个加这个，所以就是从 M1 一直加到 Mn。好，大 M1 乘上 x1 bar， 依照刚刚的公式，大 M1 乘上 x1 bar， 刚好是 mx1 加到 mkxk。然后后面这个乘起来刚好是 mk 加1 xk 加1加点点点，好，不多不少，全部把它写回来了，所以这个刚刚好就是原来的重心。好，那这个原理称为重心分解原理。好，就是说本来你有很多个东西，哦。譬如说，你分成1亿个东西，摆在这条线上，你要计算重心，计算起来非常复杂。但是如果你一开头呢，你就知道这1亿个分成2个很明显的2大类，然后这2大类呢，你各自知道它的重心跟重量是多少，那你要算那1亿个的重心，你只要用这个公式就可以了。好，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东西啊，这就是譬如说，你如果想要算一个东西的重心，好，假设它是这样子，我随便写好。譬如说这样子，那这个物体的重心看起来很麻烦，哦，那你需要把它拆开来算吗？事实上，你可以算成这个的重心跟这个的重心先算，然后各自把那个重量算一算。好，这我后面会举例子，我只是稍微让你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告诉你计算重心啊，你只要巧妙的把它拆成你可以算的部分就好了，而不是把它拆成最小的部分，然后从头算。再算回来，你不需要做到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子很麻烦。你把物质一直分到最后变原子，那怎么办呢？好，所以我意思是说，反正你分就分到某个限度，你好算就好了。哦，那这个原理我们称为重心分解原理。Okay， 那这个我们后面会很有用。好，讲那么多，微积分在哪里？哦，目前还没讲到。好，我们先算一维的情况。你假设从 A 到 B。有一根杆子，好，假设有一根杆子，你现在要算这个杆子的重心。那我现在假设这个杆子不是均匀的，好，就是说呢，它其实每个点都有它的密度。好，那因为这是一维的，所以大致上意思就是说，它的长度乘上密度又得到重量，其实意思是这样。好。所以我要怎么算这根杆子的重心？所以勉勉强强你可以想，譬如说你要算一根棒球棒的重心在哪里，大概可以这样算。好，你把那个棒球棒想成它把它投影在这条线上，然后每一个点呢，在这个位置呢，它的重量不一样，因为棒球棒在这边它比较重，啊，在这边比较瘦，所以它比较轻，这样子。然后请问它重心位在哪里？好，那想法是这样，你把这根杆子呢，你把它分成很多段。好，从 A 等于 x0 小于 x1 b 啊分开来，然后呢，在这每一小段，在第 i 段，好，它的坐标，好，你先想想看啊，跟我们刚刚这个写法一样，你可以想成你这个地方，当你把它分成这么多段以后，刚刚这个杆子啊，就拆成 n 个物体摆在这边。每个物体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这样子，好，所以你是把杆子呢拆成了 n 段，每一小段呢想成是一个物体，每一个物体有它的坐标跟重量，所以第 i 段的坐标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因为这是 xi 嘛，所以大概是 xi， 或者你写 xi 减1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反正差一点点，啊，没有计算上，最后没有关系，这是它的坐标。然后它的重量呢？
重量我们刚刚不是有密度吗？所以在每一小段每个地方都有密度。我们假设密度是连续的，所以你可以取一个点，可 ci 乘上 delta x， 这个是密度乘上它的长度，所以得到的是重量，这样子 ，OK。所以这就是它的第 i 个重量，这是它的坐标，所以这样写下来，所以重心是什么？第一个是所有重量都加起来，这下面是这个，好，就是把每一小段的重量加起来。所以呢，好吧，写清楚一点，这就是 m， 这就是 mi 了，好，所以把它加起来是 rho c ci 乘上 delta x， 这是下面。那上面呢，要有坐标跟重量的部分，所以是 xi 减1。好，所以大概是这样，这就是重心大致上的公式。好，然后你再让 n 趋近无穷大，好，变成每一小段越分越细，因此在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它的重心。好，那就变一个积分的式子了 ，a 到 b rho x dx a 到 b x rho x dx， 这就是重心的公式。好，所以譬如说，我们先看例子，我们先看最无聊的例子。好，我假设 rho x 等于1，就是它是密度是常数，所以长度跟重量成正比，意思是这样子。那我假设密度是1，所以长度就是重量，哦，所以可想而知，照理说啊，如果这边这么均匀的话，重心一定是中间嘛，所以应该是2/a 加 b， 哦，直观上应该是这样。它有任何不对称都看起来很怪。那我们来看一下 x bar a 到 b dx a 到 b x dx 变成这样，本来应该有个1了，好，本来应该乘以一个1，这样子。好了，所以下面就是 b 减 a， 上面呢是x 平方 a 到 b。好，所以刚好变成a 加 b。好，这是我们要的。好，我们再算一个例子就好。好，我们来算这个 rho x 等于 x，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左边，哦，左边我假设 a 是正的，好，假设 a 是正，假设 a 大于 b 大于0，左边的密度。哦，比较小，右边密度比较大，它随着坐标变大而变大，就是真的像棒球棒。好了，其实可能比较像这个，哦，像狼牙棒或者这种拿去敲这样子，哦，所以这边比较小，这边比较大，哦，没有这么细，大概长得像这样子，有点像这种棍子。那请问它的重心会在哪里？哦，其实我要先提醒啊，这个真正的重心要如何计算，这是以后的课题哦。我是说立体图形，我现在只是指，因为它完全对称的情况下，我可以想成它好像集中在这里，好，然后想成它的这个重量呢，在越到右边越重，其实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来算一下，这大概是多少？所以 x bar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从 a 到 b x dx， 从 a 到 b x 平方 dx。这是2/b 平方减 a 平方，这是b 三方减 a 三方。所以答案变成2/3 a 加 b。好，就会得到类似这样子的结果。所以如果是假设 a 是0 ，b 是1的话呢，大概就是就大概在2/3的位置。就是说，如果这根杆子啊，好，从重量这边是0到这边重量是1，从这边慢慢的
把它平均的变大来讲，它的重心呢大概会在这个位置2/3，好，非常合理，就是偏在比较重的地方。好，那这个一维的例子呢，其实只是刚开头让你先熟悉重心，好。但是最重要讲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在直线上，假设你有 n 个物品，然后各自占据在这个直线上的某些地方。那这边呢，重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加权平均。就是把这些坐标呢做加权平均，那这个加权呢主要是依靠它的重量来加权，所以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好，那我讲过这个式子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我可以任意的把它分成两组。各自求两组的重心啊，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两组的重量想成是集中在那个重心上面，然后重新去计算，你还是可以算出全部的重心。那这个想法呢，也不见得分成两组，你分成3组、4组啊，你爱怎么分都可以。好，反正基本原则就是，你分完组之后呢，就把它想象这些你分完组后同一组的那些重量都集中在那一组的重心上面。那你永远都可以计算整体的重心啊。那这个东西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连续的，假设你在一个线段上面，假设从 A 开始到 B， 好，那我们可以算这个线段的重心。其中呢，你假设这上头有一个密度函数，密度函数乘上距离以后就是重量。那你做的方式呢，就是把它分割。好，分割成很多小段。你把它分割成小段之后呢，基本上跟这个图呢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就自然而然可以写成像这样的式子。所以重心其实等于 rho， 好，就是 x， 譬如说 xi 减1，然后乘上 rho 乘上 delta x。因为每一小段的长度是 delta x 乘上 rho x 之后呢，得到重量，然后重量乘上 xi 减1，把它加在一起。好，我现在写的这个式其实跟这个式完全一样，好，完全一样。那这个式子还比较乱一点，它可以分散来，好，这个其实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把它分割开来，好，所以做这个计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黎曼河，所以在 n 趋近无穷大之后。你就有这个公式 a 到 b x rho x dx。好，得到这个式子。那这个式子其实，把它解释起来，它其实就是这个式子，然后其实就那个是这样子。OK， 所以这就是重心的公式。那这是我们在礼拜2讲的。那讲重心呢，其实我要讲的因为一维的东西毕竟还是比较没有意思一点，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把重点摆在今天要谈的，就是2维的图形，平面图形。那平面图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考虑呢，假设你这个点的分布啊，不再是在一个直线上，啊，可能是像这样分散成在平面上分散成很多点。那每个点呢有它的坐标，好，一直到 xn、yn， 啊，中间点点点，有很多的点。然后每点上面呢，它还是有它的重量，一样 m1、m2， 啊，一直到 mn。那有趣的是，啊，从实验上证明。重心仍然
基本上的想法呢是这样，就是你把你的位置，刚刚前面是坐标，那这边的位置呢，因为它是平面，所以它是平面坐标。你把你的位置，然后用前面的计算，你就会得到这些点的集中的重心，也就是写起来变成这样子 ，i 等于1到 n mi 乘上 xi yi。好，写起来是这样。那你注意到它这个写法是都一样的，好，也就是说它是把位置用这个来加权，就是你用你的重量去分配，然后它所占的重量是多少，也不一定多少，反正就是几分之几，然后乘上你的坐标位置，然后你全部把它加在一起以后呢，你就得到那个重心的位置。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事实上这个到立体空间的时候，假设你有一个3维的物体，你要计算它的重心，其实这个式仍然适用。好，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帮你计算重心。然后呢，对，当然这个就等于，把它写清楚的话，它其实就等于 n， 你也可以这样想成它是计算各个坐标的重心。你也可以这样想，这两个是完全一样。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把 x 坐标跟 y 坐标分开，然后各自算各自的重心，那算起来的话就得到这些点的重心，像这样子。那这个式有个好处，也就是说重心分解原理，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把这一堆东西分成2组、3组、4组。然后呢，运用刚刚讲，你把它分成多少组，你就把当组的重心算出来，然后把重量集中在那一点上面。那你可以用那个方式呢，重新去计算这个重心。那这个重心分解原理仍然正确，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用微积分呢，把东西分成很小很小的部分计算，但是又不用分到太小，你总可以把它算回来。好了，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照理说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想办法来算，譬如说像这样子的重心，这种图形的重心，不过这个现在有点遥远，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真正还会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暂时还没到。那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比较特别的状态，我们要特别处理的是。类似这样的区，那这其实我们看过了它其实就有点像，这上头，这是 A， 这是 B， 这是 Y 等于，也就是说在 A、B 区间上面，你考虑2个函数，然后你考虑这个2个函数中间夹的区域，我们要算的是这种区域的重心。OK， 那如果我们会算这个重心虽然这个东西看起来抽象，但是原则上其实你是可以算的，因为像这样子的区间，你总是可以把它分成很多个像这样子的图形，比如说把它分成这一块到这里，我看怎么分比较好，就是你分到这边，分到这里可以算这一块，然后像这一块大概可以算，比如说到这边，到这里，把这边分成这一块。这边分成这一块，然后呢，因为你会算这样子的东西呢，事实上你也可以算横的，你可以算这一块，然后一直到这一块，所以试着把这个区域呢分成很多个小块，然后分成很多个小块之后呢，利用重心分解原理，各自把各自的重心算出来，各自把各自的重量算出来，然后你集中计算，还是可以算出这个重心。我现在只是说也许这个过程很啰嗦，所以我们暂时不谈。所以我们今天就只谈基本的，那这个基本已经足够让你至少可以思考怎么去计算像这种比较一般的区域。所以我们就先谈我们要计算这个重心要怎么算。那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对，有一件事情我要提一下。
虽然我说要算重心，但是大概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其实我已经要把我的重点移到，就是如果按照前面那个例子的话，就是我要去想象这个 ρx 就密度啊是常数的时候，也就是说呢，我不去想什么特别的，像这一块可能这边特别重，那边特别轻，我想象它是均匀的一块板子啊，有点像你弄一个平面的板子，然后再剪一个区域，那每个板子因为到处都是均匀的，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重心其实通常我们称为行星，啊，虽然我嘴巴还是会说重心，但是其实我们算的是这个形状的中心，哦，就有点像你在算这个，你在国中学三角形的重心的时候，你不是算它是三条中线的交点吗？好，你还记不记得？好，这3个中线的交点。然后高中你会学怎么计算这一点的坐标。但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这个重心都是行星的意思。好，因为如果这个三角形这边特别重，然后这边很轻的话，其实重心一定不可能在这里，而会靠近这边。好，所以换句话说，我现在考虑的是一个数学问题。啊，我并没有真的要把重量把它摆进来，就说从现在开始啊，所以这是我现在要做的一个假设。那从现在开始，其实我真正讨论呢是这个图形的重心，但这个重心其实指的是这个形状的中心，好的意思。好，这是我现在做的假设。那这样子之后，我现在开始讨论我怎么计算这个区域的重心。那基本的想法是这样，我还是用黎曼河，我把它分割开来。那我并不是用我们刚开头如果写成这样的想象，把它分成很多格子、小格子啊，这样来计算啊，其实没有。我要做的事情是这样，我先做黎曼河应该是说我先做等分割，把它割完之后呢，然后我要在这些地方，就像前面我们算面积一样，用很多长方形把它盖满。用很多长方形盖满。那长方形的重心我们是知道的，因为长方形是完完全全对称的，就它有2条轴对称，对称，所以你事实上从对称你就知道这个形状的中心一定在这一点，我想大家都不会有问题。所以其实你知道这些重心的位置，好，知道这些点的位置，然后呢，你再把它的重量，其实重量呢，在这个情况，因为 ρx 是常数，所以重量现在变成面积，然后每一块的面积各自都知道，所以呢，你可以把这整个长方形的重心想成在这边，然后把重量想成是集中在这一点，然后这个问题现在就变成像这样子的东西了，因为你现在有平面上的 n 个点，一直到这边，每个点有个重量，每个点有个重量，你就可以算它的重心。所以我们利用黎曼河呢的想法，我们可以，我应该是说，我先写成一个可能可以用黎曼河来处理的方式。假设成功的话，我就可以从黎曼河让 n 趋近无穷大，于是我就得到重心的公式。好，这是我们的基本想法。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东西写清楚，一样 ，x 0等于 a。先做完分割，然后呢，这个长方形的高度呢，你取可 c， 它是在 xi 减1到 xi 里面，所以这个长方形它的重心，在哪里呢？因为这一点下来的时候，这个是第i个长方形，这是 xi 减1，这是 xi， 所以它的重心是2/xi 减1加上 xi。好，这是它的终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边的终点。那因为这上头这个函数上头的取的是 f 可 ci， 下面是 g 可 ci， 所以这个是 f 可 ci。好，那这就是它的重心。这是第 i 个重心，我可以说是第 i 个。好，第 i 个重心。然后它的重量是多少呢？它的重量
其实就是面积了。这边你如果不放心的话，其实你可以把那个密度把它乘回去。那这个我在讲义上写的是密度有写回去的，所以讲义上我会把 rho 写出来。那这边我不写，因为其实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 ，rho 你反正到处写，上下会消掉所以我先不写，我就假设，譬如说我假设密度等于1好了，所以这个它的重呢等于面积，这面积是多少？面积在这里，长方形的面积，所以这个面积呢等于长乘以宽，所以是 F 可 Ci 减掉 G 可 Ci 乘上 delta x。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得到di 个长方形的面积跟就应该说重量跟它的重心位置。所以这个就相当于这一部分相当于我们前面写的 mi， 然后这部分呢相当于前面写的 dxi 跟 yi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做平均了。所以这整个重心呢就会等于这是一个很大的式子，来看一下。好，因为面积是一样的，所以它分母是一样的，所以我把它写在上面。我先写下面这个，i 等于1到 n，f 可 ci 减掉 g 可 ci delta x。这是总重量，你把所有的长方形的面积加起来，得到这个。那你如果觉得有点熟悉，没有错，这就是我们前面在算面积的时候用的方式。你把所有的长方形面积算出来，然后全部把它加起来，取极限以后就可以算面积了。所以这个下面的确就是你以前看过的。那上面这一部分呢，要用到前面讲的 xi 减1加上 xi 位置，然后乘以它的重量。这点的位置是2/2。变成这样子。先给移过来一点，很复杂但是原则上就是刚刚讲那个式子，这个就是重量乘以位置，重量乘以位置，这是重量，就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你要得到一个真正的那边的公式，那就是让 n 趋近无穷大。想象这些长方形慢慢变细，趋近于原来的区域。那这样子呢，我们得到重心公式是这样子。下面我先写，这就是 A 到 B，fx 减掉 gx dx，这一点都不意外，这就是面积，下面的面积。那上面这个式子呢，在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xi 减1跟 xi 越来越靠近，所以两个加起来又变成2倍的，基本上是2倍的 x 除以2，所以这边得到 ab x dx。这是 AB， 这地方比较特别，是1/2 fx 平方减掉 gx。好，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式。我刚刚写出来的就是这个区域这种区域它的重心的计算公式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先来看个例子。这例子是这样，我想要计算，这是我们最熟的图形之一，就是 y 等于 x 平方这是这边有个正方形。我先不要提正方形我们先看我要算 y 等于 x 平方的这一块
好，这一块东西的重心在哪里？那你当然可以稍微猜一下它可能在哪里啊，稍微低一点，可能在这个位置，但到底在哪里呢？好，所以我们先来计算一下。好，它的面积，因为面积我们很熟，我们就先算一下，面积就是0到1 x 平方 dx 1/3。好，这我们一开头讲积分的时候就已经算过了，所以这是1/3，这就是那边那个式子的分母。然后呢，接下来，那这部分呢，这边是0到1 x 乘上，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f(x) 好，这是 f(x)， 但是 g(x) 是什么？好 ，g(x) 其实就是这一条线，好，也就是 y 等于0，这样，所以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情况。所以这个地方呢是 f(x) 减掉 g(x)， 所以是 x 平方 dx。然后下面这边这是1/2 0到1，然后呢是 f(x) 的平方 ，f(x) 在这里，所以 x 4次方 dx。除了式子比较复杂，所有的积分都是简单的啊，我们可以很快的算出来。所以我把它写在这边。所以等于1/3，好了，这是 x 3次方，所以这是1/4，好，然后这个是 x 的x 5次方，所以是1/5 10/1，所以答案是3/4，啊。从结果来看，不是特别复杂的东西，好，但是真的要叫你做，你其实也做不出来。OK， 我是说直接看也看不出来，只能这样看。那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3/3，好，大概是这个位置。Okay， 那我下面的问题，好，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要问。我要问这个区域，假设我现在把这个正方形写起来，我现在要算白色区域的重心。那算白色区域的重心，当然有一个方法就是硬算，好，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这边是1，然后这个是 y 等于 x 平方，好，所以这个是 f(x)， 这是 g(x)， 然后开始计算，从0到1，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其实我一定要你熟悉这个想法，就在这个地方，其实你有重心分解原理可以做。为什么？因为正方形的重心你是非常清楚在哪里。好，正方形的重心在中心，所以是1/2，你要利用这个式子来做。所以我现在设这个的重心呢是 x bar y bar。好，这样我们来看利用中心分解原理，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式子？所以从中心分解原理，我得到，因为这个面积是1/3，好，所以我知道这一块的面积是2/3。所以呢，我们有1/3乘上，好，我先看 x 分量的部分，好，等一下还有 y 分量的部分。x 分量的部分呢，也就是1/3乘上你的重心，刚刚在这，1/4加上2/3，这个是这部分的，乘上你还不知道重心在哪里，然后呢，它会等于整个重量，但是整个重量是1，好，乘上那个正方形的重心，正方形的重心是1/2，所以你得到这个式子。OK，y 分量呢一样，1/3乘上1/10加上2/y bar 等于1乘上1/2。好，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得到 x bar 呢等于2/1减掉1/12。怎么怪怪的？哦，对不起，我刚刚一直在看这边。
对不起，重心在这里哈，我这里写错。所以这两个可以消掉，这个可以消掉。所以呢，1/2减1/4，所以得到1/4，好，乘以3/2，所以是3/8。y 霸呢等于1/2减掉1/10，所以是4/10，乘以3/2，2。所以我们得到的重心是3/8，还有3/5。那这就是答案。好，那这个大概就是基本上你要会做的式子。好，这是简单的例子。那我们来看一个稍微不简单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呢，是我们要算这是1/4元。那我假设它摆在 x、y 轴的，就是这个标准位置。好，第一象限1/4元。我处理的是有没有半径？好，这个题目跟内容的说明不一样。题目是写1/4单位元。好吧，我们放弃单位元，就是1/4元，但是它的半径是 r。好，所以第一个 f(x) 就上面这个，好，所以 f(x) 呢等于根号 r 平方减掉 x 平方 ，g(x) 等于0。然后呢，面积整个的面积我们是知道的，好，这我们就不用再算了，30πr 平方除以4。OK， 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这部分。啊，这部分我们不要再算了。所以事实上我们需要算的只有上面这两项啊，上面这两项。那我就把这两项写在这儿。所以0到 r，x 乘上根号 r 平方减 x 平方 dx， 这是一项。另外一个是0到 r2/1 f(x) 的平方 r 平方减掉 x 平方。dx， 不过说实在，我只要算一个就好了。哦，就说你如果对称比较有感觉的话，因为这图形在这边，它的重心啊，因为它是几何中心，所以它一定集中在 y 等于 x 上头。所以老实讲，你就算一个就好了。所以我们应该算下面这个吧，看起来比较好算。好，我们来算这个哈，1/2 r 平方减 x 平方，所以这1/2的 r 平方 x 减掉3/x 的3次方 r0， r 的3次方减掉2/3，所以3/3次方。3次方，好，所以这边应该也是，不然我们就算一下好了。r 平方减掉 x 平方的3/2次方，然后2/3，2/1，好，3，所以这样子微分以后得到这个式子，然后带 r0， r 带进去是0，0带进去是 r 平方 r3次方，消掉，所以3/r 的3次方 ，OK， 一样，好吧，就反正证明它一样，给让你看一下。所以呢，我们得到它的重心，好，从这个地方我们得到它的重心是，把它写在这里哈，因为其实我们等一下要用到。3/r 3次方除以这个式子，所以我们得到它是重心是3π之4r
哦，说丑是有一点丑，但是相对来讲也还算简单，好，只是没想到它是这样子而已。OK， 这是它的重心。所以从这个地方再利用重心分解原理，其实我们很快就可以算出来半圆。好，假设这是 r， 那半圆的重心在哪里？好，因为这一块在这里，这一块相对应的是负的这个，所以它的重心呢，反正它的因为对称的关系，重心一定在这里。好，那因为这两个东西要加起来除以2，应该简单的讲就是重心应该是这两点的中点。好，因为它的面积都一样，左右两边对称，面积一样。所以这个重心呢，半圆的重心啊，等于0。好，那我们的习题里面有一个题目是请你算1/8圆的重心。好了，那这里也算稍微要花点力气算，这稍微难一点。所以我们刚刚谈了一个重心的一般观念，用在2维的东西上头，哦，然后我们直接就把它用到一种比较特别的区域，啊，但是也够一般的区域呢来计算它的重心，给了一个公式，好，刚刚在那边，我应该把那个公式稍微写一下。为什么我还要写一下？因为等一下还要用到。那接下来呢，我要讲一个我觉得微积分里面算是非常神奇的定理。这个定理叫 Pepper's 定理，是 double P Pepper's。帕帕斯啊，帕斯啊，随便你啊。这是一个希腊人，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定理其实希腊人就知道。OK，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直观啊，直观战胜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做很多分析，因为你用很多分析来证明，就像我们等一下要做的，要晚一点。但是希腊人在2000多年啊，基本上已经知道这定理了。那这个定理的想法非常简单哦，好，这想法是这样。假设你有个区域，这个区域我叫做欧米伽，好，在平面上，然后这个是 x 轴，然后你现在让欧米伽呢绕 x 轴旋转，好，所以是旋转体。先回到旋转体的问题，好，有个旋转体。所以整个绕一圈得到一个旋转体，请问这个旋转体的体积怎么计算？那 Pepper's 定理说，依照我们刚刚的经验，你刚刚把欧米伽这一块的东西，你把面积，你把面积已经集中在你的重心上面 ，OK， 已经集中在这边，所以你这个体积呢，应该要等于。你用这个 y bar 啊，这边是 x bar y bar， 那因为现在是因为你要绕这个方向转，所以你绕是这个距离，然后因为你这样转，所以你就让这个重心呢就跟着这样子转一圈，然后你让你这个转一圈得到的这个长度乘上这个面积呢，就会得到整个的体积。好，我把它写一下，就是2π y bar， 这个是。你把它集中在重心以后，这个重心呢绕 x 轴绕一圈所得到的长度，然后你这个长度呢乘上欧米伽的面积，就会得到整个的体积，好，所以乘上这个欧米伽的面积，然后就会得到旋转体的体积。Okay. 这定理有没有道理呢？这定理其实有一些道理的哈，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在想你做这个分割，你每一块体积啦，你可以想成这一片，然后这个地方都割，啊，这边都割。
所以照理说是应该有这么一件事情，把那面积乘上一小块，然后你绕一圈得到。现在问题是，如果没有重心的概念，你就算你这样做，你到底要乘上什么气，你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乘哪一个。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还蛮聪明的想法。现在问题是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只是这样子而已。当然我把它写成 Pepper's 定理，那当然是对了。现在只是说好，我们要怎么计算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可以证明它。如果这个区域欧米伽呢，可以写成刚刚这样子，我就在这种情况下证明。就是我想象成这个区域呢，反正就是长这样子。让它去旋转。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绕 x 轴转，所以就是2派，我们来计算 y bar 就在那边，所以是1/2 a 到 b f(x) 平方减掉 g(x) 平方 dx 除以 ab。好，这是 y bar。然后呢，乘上它的面积，那面积我不是已经写了一遍了吗？所以在这里。好，所以它消掉，2也消掉，所以得到这个公式 ab 派 f(x) 平方，这就是我们在礼拜2得到的旋转体体积公式。这就是绕着 x 轴旋转的旋转体公式。OK， 所以证明至少这是对的。所以现在有趣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这边是 y 轴，那我现在这旋转体体积往那边绕，我是不是应该得到可行法的公式呢？那这次你要旋转的这个长度是这个，这是 x bar， 所以我们刚好来算一下。所以2派因为我刚刚没写的时候多写一下，2派 bar 乘以面积，所以等于2派乘以1/2 ab， 然后这是 f(x) 平方减掉 gx 平方，不对，写反了。这不是1/2，我看到这边写过，重抄一遍，前面那个 ab， 这个是 f(x) 减掉 gx dx。那因为我们刚刚做这个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下面本来应该要除以一个面积，但是因为它后面又要乘上这个面积，所以其实我知道这两个消掉，所以得到的公式是 ab 2派 x f(x) 减掉 gx dx。到这个式子，这式子刚好就是可行法的公式。所以呢，在这个证明之下呢 ，Pepper's 定理就完全证明出来，而且刚好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所以其实整个来讲，其实还蛮巧妙的。那我们现在利用这个巧妙的想法呢，我们现在重新再来计算一下球的体积。这是我们第3次算球的体积了。那球体积我们还是按照上次的讲法，不管你用这个可行法还是用圆盘法，它基本上是想成半圆，然后整个绕一圈。好，现在看我们知道什么？2派，重心在这。假设这是 y bar， 所以2派 y bar 乘上半圆的面积，半圆的面积呢是派 r 平方除以2，所以现在只剩下 y bar。y bar 在哪里？在这。刚刚写的就是我们刚刚半圆已经算出来了，所以是4r 除以3派。所以这个地方派消掉2，2消掉，对，所以呢得到4/3派，然后 r3次方。所以我们就得到球的体积公式。所以其实反过来，你也可以用，如果你已经知道球的体积公式，你也可以用这个去算半圆的那个 y bar 的位置。就这些东西其实是一样，不是说一样，就是说是相关的。得到这个式子。好，所以利用 Pepper's 定理呢，可以算蛮多东西的。譬如说我如果问你们，
假设我给你一个圆，好，不一定单位圆，然后要绕着 x 轴这样整个绕一圈。那这个在几何上是一个还蛮有名的物体，好，这个我们称为轮胎体，就是你把一个圆绕一圈，绕一圈以后扫出来的东西，就好像你在看到轮胎那个管子一样。那这个管子的体积本来照理说不是太好算的，哦，就是虽然你没有学过，但你光是想这个东西呢，可能不是太好算。但是现在利用 Pepper's 定理，这个是变超简单，哦，因为球的面积你会算，然后它的重心呢离这个的位置，这也很好算，所以你全部把它乘一遍就算出来了 ，OK。好，这应该是习题4.36吧，我想。这是积分的第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啊，其实照理说是很简单，不过它在你的观念上面啊，需要做一点清洗的动作。哦，就是说，其实这个现在的这一节，其实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当初在讲2的根号2，哦。就是说我给你一个2的 x 次方，请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譬如说它应该长这样子，然后它是连续的，好，也就是这些根号2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你有很多方法想这件事情，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前面的就假装它是对，因为我们不止从前面假装它，你们在高中就已经假装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反正所有指数函数你就一画过去就得到，好，所以你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那我们在这一节呢，为了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你要先假设一件事，就是我们从开学到现在，你本来对指数函数啊、对数函数、自然对数这些东西，你都已经很了解了。在现在这个5分钟呢，你要先假装你忘掉它，假装它不存在，啊，全部都不知道。然后呢，我们要从头开始把这些东西给弄出来，啊，其实意思是这样。那它的做法的基本想法是这样子，我把它的策略啊。可以知道，第一个呢，他先考虑y 等于 x 分之一这个函数，那这个非常清楚是连续函数啊，这没有问题。然后呢，他考虑1到 x 分之一 dx 啊，这个是一个新的函数 Lx， 定义这个新的函数。那因为这是一个连续函数的定积分，你把它算起来，所以这仍然是一个连续函数。事实上，你知道 L prime x， 哦，就是 x 分之一，所以你可以一直维下去，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好的函数，这样子。那你心里说，这不就是自然对数吗？我也知道，哦，我的意思是说，反正这就是秘密，我们暂时先不管，因为我要先假装没有这件事情 ，OK？ 所以你现在呢，你有这么一个函数，但是你并不晓得它是自然对数。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证明 Lx 满足对数律。好，满足对数律。因此，你可以把它写成对数的样子，这样子。OK， 那你要证明它满足对数，因为你满足对数律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写成对数的函数的样子。好，那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第一步，先走出第一步，先把这个自然对数先弄出来。好了，那你要证明对数律，你需要用到，因为你假装它没有，所以你不能说我要证明它是对数律，所以这个积分等于 log x， 所以它是对数啊，你不能这样证。你要证明的对数律大概是有下面3个。第一个你要证明 L1 等于0，因为对数啊，因为任何对数把1带进去都是0，这是一定的。那这很简单，因为你带进去就是0，所以没有什么，你把1带在这里就是0。第二个呢，你要证明 LAB， 要证明这个式子，这是对数，相乘变成相加，这是对数基本的性质。第三个，你要证明 LA 的 n 次方，这样子。其实这个 n 呢，可以应该是写 r 才对，好，这有理数。好，我虽然说指数我们都不知道，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指数都不知道，我只是说指数函数里面那个实数的部分，好，就是非有理数的部分我不知道，因为其他的部分你本来整数那些部分你是知道的，然后有理数部分你是知道的，好，这些是知道的。
好，那我举一个简单例，就是譬如说你怎么证明这个式子？你要证明它是对数律，又不能用说它是对数来证明，所以就只好乖乖的回到基本定义，也就是你要证明 x 分之一 dx 是不是等于1到 a x 分之一 dx 1到 b。好，你要问这件事情，它会不会相等 ？OK， 那这怎么证呢？虽然我不晓得这对不对，但是我至少知道有一件事是对的。这是对的嘛？好，这本来就是对的。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证明，其实这个就是1到 b x 分之一 dx。OK， 就这部分，因为这部分我已经确定是1到 a 了，这部分没问题。我现在主要是要说明这件事。那在这地方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做变数变换，让 u 呢等于 a 分之 x。好，因为在这个变换之下呢，刚好这个头跟尾就变成1到 b。好，那在这个变换之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1到 b， 然后呢，du 等于 dx 除以 a， 也就是 dx 等于 a du， 所以这是 a du。啊 ，x 呢等于 au， 这两个刚好消掉，所以等于1到 b u 分之一 du。好，那当然就一样，所以就一样。OK， 所以这边呢完全类似的证明方式，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种积分的基本技巧的应用，应该这样讲。其实通常都就是变换变数而已。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呢，你证明它满足对数律，因此它可以挂一个对数的名字。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令，好，这边其实应该要稍微说明一下，但因为从图上看是还蛮显然，我可以直接写。我去找到一个数，叫做 Euler 1，好，它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它要满足这个面积等于12345的1，好，所以令1满足 L1 等于1。那依照对数的习惯，如果你有一个对数，然后你把这个数带进去会等于12345的1，那它就是它的底，好，所以我就把它 L1 呢就 Lx， 你在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写成 log 1x， 好吧？这么辛苦就先得到自然对数，这样子。然后后面呢，因为后面其实大致上就变成比较标准嘛，好，譬如说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去定义什么叫做好像对，你可以从对数律直接去定义什么叫做 log ax，OK， 但你也可以用我等一下的方法做。反正比较重要的是下一步，下一步呢要定义什么叫做1的 x 次方。好，那现在的做法就是你好不容易弄出一个 Lx， 所以现在呢你又知道 L 判 x 是 x 分之一，它大于0，所以它递增，所以它是1对1，所以它有反函数，所以呢取它的反函数。然后叫做 1x， 啊，然后偷偷的你知道说它其实就是这个1的 x 次方，所以你现在从 Lx 呢现在做出 1x， 然后你证明 1x 满足指数律，啊，以至于呢你可以把它写成1的x 次方。那在这个做法里面呢，因为它只是用反函数而已，它是原来这个 Lx 这个连续函数的反函数把它运过去，因此呢这个函数完完全全是连续的。好，不管你这个 x 带的是整数、有理数还是无理数，其实全部都有定义。好，因为它一开头就是用积分已经把它全部都定义起来了。OK， 那然后利用这个方式再继续往下，好，你可以定义一般的指数、一般的对数。那我在讲义上有写完。OK， 各位不用担心，这个只是故事。好，讲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期末考不会考。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在解决这个事情上面呢，你利用积分，利用简单的积分，你还是可以了解很多事情。OK。